前几天啊，国内有些亲朋好友给我打电话发微信问我能不能买到辉瑞的那款屁药我都没答应。为什么呢？因为这款药在日本那是处方药，没有医生的处方，说实在的我也买不到。另外一方面，就算我能买到，我也弄不回国内因为处方药是不能随便跨过邮寄的。如果邮寄的话，轻则这个海关给你退回来，重则的话，搞不好日本的警察会来找我但是说句心里话，我也理解国内这些亲朋好友因为这款药现在在国内实在是太紧俏了，太难找了。去年这款药被批准的时候，中国正值动态清零政策的时候，上海封城嘛，所以中国一共进口了2万剂。应该说那个时候呢，这个药的市场需求并不是很大，因为社会面呢基本上被感染的人很少嘛。但是从去年12月份开始，大家都知道动态清零政策被取消了，一夜之间全国各地感染率都非常非常高。前几天河南不是公布了吗？过封了，90%的人被感染了。但你想想，河南一个省就将近1亿人口，90%意味着多少人？9000万人被感染。那你想一想，这9000万人有多少人有可能发展到重症？有多少人有基础病？辉瑞这款药是针对的65岁以上的有基础病的这么一个适应症的尤其是它必须在你刚刚感染的前5天服用。但就这个数字，我估计在全国保守的加起来也应该有2-3亿吧。这2-3亿中间，如果要是有60-70%的人被感染了，也有1个多亿的人需要吃这个药。那你想想，这个供需之间的矛盾那有多尖锐所以这款药在国内现在最高被炒到了5万块钱一盒。我也看到了不少报道有自己的亲人已经都重症了，送到了 ICU 了，然后很多人还在千方百计搞这个药。其实到那种情况下，吃这个药已经没什么用了。就大家对辉瑞这款药的这个怎么说呢？信任程度真的是前所未有。这其实我也蛮感慨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国内很多人是信中医，不太信西医。但是你会发现，真正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大家还是相信其实来自于现代医学给他们带来的希望。那个中医中药没有多少人信。辉瑞这款药呢，因为在上市之前做过严格的临床这个实验它在65岁以上有基础病的人的这个群体中间，可以减少89%的重症率这个死亡率的减少效果也是非常明显，也是世界卫生组织现在唯一推荐的药物。虽然现在默沙东也包括日本，现在都有相继也有抗新冠疫情的药物上市了但是这款药物现在在全球确确实实在抗击新冠疫情过程中间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强的。但是就是这么一款药物，在今年的1月8号，这个医保药品目录谈判过程中间掉标了，这蛮令人遗憾的事情中国的医保局随后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这个辉瑞的报价太高了。而辉瑞呢，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他说中国现在已经是全世界第2大经济体了，那你的价格不能低于厄瓜多尔吧？可见双方对这个药品的价格的认知相差还挺远的。厄瓜多尔的这个人均 GDP 大概是$5000左右，中国呢是1.38亿，所以呢，辉瑞认为中国其实药品的价格不应该开那么低。关于这场谈判呢，市场上后来也众说纷纭，有人就传言说辉瑞当时的报价只有600多块钱人民币，中国的医保局还不愿意同意。要知道这款药美国政府是花$530一盒采购的，而台湾是花$700采购的。那你600多块钱人民币你都不愿意要吗？随后呢，财新有一篇报道说这个数字不准确，就他们了解的价格呢，这个辉瑞的价格这个要远远高于600-700块钱。辉瑞的这款药的价格刚进入中国的是2300块钱一盒，后来去年12月份的时候，中国因为又紧急进口了60万剂，所以医保局又约谈辉瑞，辉瑞把价格降到了1890块钱。那这次谈判的时候，根据财新的报道呢，就是它的价格在1890块钱的基础上几乎没怎么降，可能也就是那附近，我猜可能就是1600到1800之间没怎么降。应该说跟医保局之间的价格可能是差别比较大。中国的医保局大家都知道，最近几年被称之为灵魂砍价师说白了，基本上砍价的时候都直接从马头砍到马腿去年不是国外有一款药物就是治疗罕见病的嘛，在国外报价是70万，这个医保局把它砍价到了3万5。那你想想，这直接砍掉95%但这一次这刀砍到辉瑞的时候没砍成。
我倒也理解啊，就是说医保局是希望以尽可能便宜的价格让普通人用上这个药嘛，我觉得这个初衷是没问题。但是呢，辉瑞人家不愿意卖，这个也无可厚非，因为这个药物本身的研发包括这个投入是很高的。如果药品不赚钱，不能赚很多钱，其实药厂也就没有办法拿这个钱去投资研发新的药品。我觉得中国的医保局过分的砍这个价格呢，虽然对中国的医保体系有帮助但是对中国的创新药市场也有副作用。大家都知道，中国这2年也涌现出一些创新药企百济神州信达生物康方生物那个 PD-1，大家都知道这个抗癌的药物，过去在没有中国药企之前它1年的治疗费用平均是100万人民币。但是中国的创新药企通过一些模仿反正也现在在追赶吧。他们一上市之后，这个药价现在达到了多少呢？平均1年的治疗费用只有3到5万块钱人民币。这 K 药和欧药在中国也马上降价了，就降到了20万块钱左右可见有竞争之后所形成的这个价格降价，实际上是普惠的。但是如果你要是把中国的创新药企的价格压得太低了，说实在的，这些企业难以生存，其实它也就很难发展壮大起来。所以这也是个双刃剑但是今天我讲完辉药，我想讲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辉瑞这款药没有进入到中国医保当时医保局就是谈了这次新冠治疗的有3款药物，除了辉瑞的 P 药以外呢，还有2款，这2款药物全是中国的国产药，一个叫阿兹夫定，一个叫清肺排毒汤这阿兹夫定呢是中国河南的一家药厂生产的这药过去是治疗这个艾滋病的。他后来在巴西做了一个临床实验，这个药物说实在挺搞笑的，就是它的药效你去看论文它其实跟安慰剂组几乎没什么差异。在轻症里面，一个是98%，一个是97.6%那个在重症组里头，它还排除了一些已经死亡的案例，所以那个结果疑云重重所以它能够被中国药监局批准呢，其实也是蛮蹊跷的一件事情不管怎么样，它进入了200块钱一盒，应该说也是这个比较也是一个赢家吧。另外一个这个清肺排毒颗粒这个药其实有点来头咱们今天要重点讲一讲这款药。这清肺排毒颗粒此前的前身叫清肺排毒汤。大家都知道，新冠这个防治这个指南在中国已经出到了第10版。第10版过程中间，在诊疗指南里头专门推荐了清肺排毒颗粒，而在第3版和第4版的时候就推荐了清肺排毒汤。这个药是谁发明的？怎么发明的呢？这个药的发明人呢叫我查一下叫葛佑文。这葛佑文是什么人呢？我跟你讲，这葛佑文是一个没有行医资格的民间中医师。那么在2020年大家都知道武汉不是爆发疫情了吗？爆发疫情之后晚上他看电视看习近平总书记指挥这个防疫政策，他心潮澎湃这5个全擦掌想要为祖国贡献力量就恰好呢，在1月20号的时候，中医药管理局的副局长叫王志勇，我们本家的弟弟，就给他打电话说：“兄弟现在国难当头这个疫情当下我们中医一定要奋斗力量你能不能用几天的时间搞出一个方子，咱们来报效祖国呀？”这葛佑文说：“没问题我来弄。”于是呢，他就开始遍翻中医古方，翻到了什么汉代的这个张仲景写的这个《伤寒论》，总结基础上，他把5种中国传统的药方综合在一起，一共搞了21味药，搞出一个方子。6天的时间，1月26号这一天，这个没有行医资格的民间中医师葛佑文带着这个处方来到了中国中医药管理局，找到了这个王志勇，说：“方子拿出来了。”据说这个药呢，这个神奇之处就在于它这个药效要走在病毒前面。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这个药一方面要把这个病毒给消灭了，另外一方面还要保护你现在这个病毒准备侵害你的这个脏器。那你想想，如果你光打击这个病毒你不保护脏器，有的时候你把病毒消灭了，人也完了。所以说呢，它这个药效必须得要让这个药它走在病毒前面，这很悬了就是说它一方面要攻守兼备，要保护脏器，
另外一方面要消灭病毒。这个葛佑文医师啊，自己亲自试药，就像当时神农尝百草一样，自己估计是熬完之后喝了好几遍，一看没死，把这个药方拿出来了，给这王志勇。这王志勇呢，找了这些中医大家看完之后，大家一片赞许啊。他晚上研究这个方子啊，也是这个殚精竭虑啊。据说网上的媒体的报道说，2次心梗，就为了研究这个方子。最后呢，这王志勇就定调说这个方子好，马上发到北方啊，全国各地的一些医院里去试，临床去试，紧急批示啊。1月26号发过去了，到2月6号的时候，反馈结果就出来了，说这个药有效，知道吧？90%的患者服完这个药之后啊，都转阴了，就阳性之后转阴了。我看那报道里还讲了，山西有位患者一开始住院之后啊，拒绝吃中药，后来那医生就非得让他吃，最后吃完了之后转阴了，那病人最后心服口服啊。那么1月26号这个发出去之后，2月6号结果出来了吗？于是中医药管理局就把这个方子上报给了这个中国的 CDC 以及中国的国务院了。于是就是在新冠疫情防治手册的第3版和第4版，这个叫清肺排毒汤就进入到了这个里面。这一次是第10版了，又进入了，那就变成了颗粒了，中成药了。这中成药是由谁来生产的呢？有大名鼎鼎的那个叫片仔癀上市公司，就只有一味药片仔癀。有记者当时就问这个片仔癀，他说：“你们怎么生产这个药呢？”片仔癀说：“我们只是代加工，具体谁生产的，我这个你们去找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科学院是吧？”话说这个葛佑文呐，这个发明了这个清肺排毒汤以后啊，马上就通过了中医师的考试，现在又被特聘为中国中医研究院的特聘研究员，也飞黄腾达了。而且呢，还获得了中国的这个叫专利银奖，是吧？那他跟这个王志勇到底是啥关系？这王志勇为什么要找到一个民间中医师去搞研发这个，咱就不知道了啊。他们之间有没有利益勾兑，我们也不清楚啊。总而言之，这个药创了一个世界纪录，什么纪录呢？就仅仅用6天的时间就发明了这么一个药。但是按照咱们中国的这个药品管理法，你这个药你上市之前，你得做临床实验呢，对不对？那刚才那个媒体报道不是讲了吗？说1月26号下去啊，到2月6号反馈结果出来啊，其实那个不叫临床实验，那叫临床观察嘛，是吧？让你喝一点，有没有分组，也没有这个安慰剂对照。后来在这个药已经上市之后的2021年，据说上海有一家医院牵头搞了一个临床实验，补了一份。这个临床实验就证明啊，这个效果挺有效的，媒体都报道说了有效。但是后来你去查一下，这篇论文发在这个《植物学》英文杂志啊。那这个药里头有一个，这个实验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瑕疵啊，就它是个体外实验，不是这个体内实验。所谓体外实验是什么意思？就把那病毒分离出来啊，把这个器皿熬点中药，熬，然后把这病毒搞进去，扔到这个中药罐里，然后这病毒死了，于是就证明你看这药有效。这个莲花清瘟当年也是这么搞的。你知道我们的中药其实国之瑰宝啊，为了上市之前做临床实验的时候，大多数都是用这种方式。但是这种方式说实在的挺可笑的，我过去多次讲过，你把它放到大便里，它可能实际上它最后病毒也死了，但你不能说大便有效，对不对？因为体内的生化环境跟体外是千差万别的，对吧？所以呢，这其实是个无效的实验。后来呢，他们又搞了一期实验，这期实验是从去年6月30号到今年6月30号。还没结束呢，但是这个药又上了中国的这个新冠疫情防治的第10版，那其实我们就不了解了。你这个临床实验还没结束，这个药为什么能够上市销售，同时还上了国家的这个新冠治疗的这个指南里面？这是什么人在做的这个决定啊？所以这个其实是特别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然后你再分析这21味药里面，这就更可怕了。为什么呢？第一啊，这药里头啊，你看到核心方剂里面，首先是有麻黄。麻黄是什么？麻黄就是这制取冰毒的那个前体。大家都知道啊，你只要稍微加工一点，就变成了冰毒。当然，现在的感冒药里头也有含麻黄碱啊，治疗咳嗽啊，医治咳嗽啊，基本都用这有点麻黄素。但是这个麻黄药物啊，它属于严格管制的，这是第一啊。第二，这里有细辛。
细辛大家都知道，细辛是大名鼎鼎的一味中药啊。当年那个龙胆泻丹丸，也就是这里头含有马兜铃酸，就是因为这细辛呢。这马兜铃酸有非常强的肾毒性和肝毒性啊。多少人因为吃了那个龙胆泻肝丸，最后导那个肾坏死。现在这款药里头就有这个细辛，但是这些药物现在我们看到的数据显示是没有做任何安全性试验，你不知道它有什么毒性就上市了。而且它的这个2次临床这个试验里头说召集的人数啊是多少你知道吗？40人，太可笑了。40人的规模能证明啥呀？第2次虽然人数多一点，但第2次现在还没结束呢。所以我也其实不愿意跟很多人争论说中医和西医到底哪个有效啊。但是你按照中国的医药上市标准，就是这么一个所谓的连临床试验都没有做完的药物，就能用6天的时间发明出来，由一个没有行医资格证的医师发明出来的，还能上市，还能上中国的新冠药品治疗指南，我觉得不正常。我也不知道那些人要吃这个药的人，你们事先知道不知道这样的信息？我觉得当你知道这些信息的时候，你还敢吃吗？我觉得今天中国的药物啊，基本上就分成了这么一个特权体系，最有钱的、最有权的都在吃辉瑞的屁药。不信你们看，现在不管它进不进医保，你们搞的普通人你搞得到药吗？搞不到嘛。但是那些干部、那些有权利的人，他们吃不到屁药吗？吃得到吧。而没有权的人吃什么？你吃阿兹夫定吗？你吃这个清肺排毒汤吗？这就是中国的现实嘛。祖国之瑰宝就是给你们这些韭菜用的。说实在的，你说它有没有效？是吧？你说它有没有毒？不知道。我至少是现在他搞的这些临床试验显示的结果是通通都不知道。通过一个可笑的体外试验来证明这个药物有效，如果按照现在中国哪怕是中国 CDC 的标准，它的结果也是未知，就是这么一个安全性未知、疗效未知的这么一款药物上市了。所以啊，最后我想说啊，在中国药的问题啊，不是药的问题，药的问题啊，在中国啊，很多时候它是一个社会问题，不是吗？有多少人会讲究药品本身使用的公平性？有多少人在讲药物本身什么样的这个有效性才可以进入到医保目录，才可以上市？这些是药本身的问题吗？不是，它是个政治问题，它是个社会问题。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了，其实药能救普通人吗？救不了嘛。所以鲁迅先生当年说的那句话，说学医治不了中国，直到今天还有效。当中国面临疫情的时候，药是救不了中国的。如果这个社会病了，首先你得治这个社会的病。这个社会需要什么药啊？那各位自己去想去吧。